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继续来探讨中国家庭的母女关系。在上期视频发出来后，许多网友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了非常真诚和宝贵的发言，他们的这些亲身经历，也印证了那种对母亲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痛苦，源于一种有着深刻心理根源的结构性困境。正如我们上期所说的，母女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更容易发生身体层面的纠缠。由于同性的便利，母亲常常无意识地把女儿的身体当作自己身体的延伸，从穿衣吃饭的微观管理，到对身材外貌的评头论足。我们说过，身体的稳定性是精神性的自我保持同一性的前提和基础。因此，当母亲对女儿的身体进行无微不至的评判、修正和接管时，它其实是在破坏这个恒定性。这种过度的身体入侵破坏了女儿建立自我的生理地基，导致很多女儿即便成年了，依然感觉有一根隐形的脐带连在母亲身上。然后我们指出，父亲才是那个房间里的大象。正是因为父亲在情感和功能上的缺失，母亲把原本属于夫妻之间的情感需求全部转移到了女儿身上。这让女儿被迫承担了一个极其沉重的角色，母亲的精神丈夫。她既是母亲的垃圾桶，又是母亲的救命稻草。这种错位的关系让当事人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分裂，既深爱着母亲的苦难，又痛恨着母亲的软弱和控制。那么，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期视频要探讨的核心问题：当一个女儿身处这种爱恨交加的漩涡中心时，她该如何生存？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处理这种撕裂的痛苦，我们说女性通常会发展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，一种是顺从与拯救，试图通过牺牲自己来安抚母亲；另一种是愤怒与叛逆，试图通过逃离和反抗来切断联系。那么这两种策略是否能成功地带领一个人走出轮回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，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。首先，我们来探讨第一种生存策略，也就是通过顺从、讨好与牺牲来拯救和安抚母亲。这一类女儿，我们在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，她们通常是大家口中的乖乖女，是母亲的小棉袄。但在他们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拯救者的灵魂。他也许有着不错的学历和能力，也说过一些向往远方的话，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家乡，留在母亲身边。而且通常来说，他们在职场上也缺乏野心和信心，意志薄弱，对于自我提升没有兴趣，甚至有时候显得缺乏主见，没有自我。我曾经和一位母亲闲聊，她很骄傲地说自己的女儿很乖了，毕业后主动回家乡，然后自己给女儿安排了一个体制内的工作。这位母亲说，女孩子图个安稳就好了。但这种乖巧、安稳和无能，通常是女儿拯救母亲的手段。因为在一段共生的母女关系里，成功往往意味着背叛。如果你变得非常强大、非常有钱、非常有主见，这意味着你随时拥有了飞走的能力。意味着你和那个软弱、琐碎、痛苦的母亲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对于一个渴望拯救母亲的女儿来说，这种能力上的差距会带来巨大的内疚感。她在潜意识里会觉得，如果我过得太好了，就会把妈妈一个人留在了地狱里。所以，为了不背叛母亲，为了维持和母亲的连接，她潜意识里禁止自己成功。他必须让自己保持某种程度的无能和依赖，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留在母亲身边，继续做那个陪伴者。更何况，他在母女关系中已经耗尽了情绪能量去处理母亲的痛苦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应对职场的挑战和竞争。对他来说，混日子是他在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之外唯一的休息方式。有些男性可能会认为，这样乖的女生会很听话，缺乏自己的意志，所以很适合结婚。然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，因为没有一个成年人是自愿的完全听命于别人的。
那种乖巧和顺从只是虚假自我而已。许多女性在婚前可能看起来很好说话，没有主见，但在婚后，尤其是有了孩子或者步入中年后，可能会经历一个自我意识的觉醒期和迟来的叛逆期，而且因为压抑了很久，所以这个叛逆期的能量反而会更强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些觉得娶了乖乖女就能当一家之主的男性，往往会发现这个家庭真正的掌控者不是他，更不是妻子，而是妻子的父母。因为妻子习惯了听话，所以表面上妻子可能很听丈夫的话，但妻子的父母却总是对他们的婚姻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，所以他相当于在和妻子的全家人谈恋爱。而这种共生的关系如果更严重一些，就会出现简居，或者是严重的社交恐惧。女儿既不出去社交，也不出去找工作，她可能会以自己生病了，或者很社恐为理由，把自己锁在家里。母亲可能每天都在唠叨她，你快点出去工作，快点找对象，不要总是窝在家里。但这只是表面的、显性的语言，母亲的那些隐性的情绪，比如叹气、示弱，甚至生病，却都在向女儿传递一个截然相反的信号：外面很危险，只有家里安全，我只有你，你走了我就完了。敏感的女儿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隐性的信号，于是母女之间达成了一种隐秘的合谋。母亲一边嘴上责备唠叨，一边却包揽了女儿的起居生活，甚至把饭端到床前。这等于是一边推开孩子，一边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。对于简居的女儿来说，把自己锁死在家里，不仅可以回避外部世界的挑战和风险，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母亲内心深处的期待。但是，人的生命力是无法完全被压抑的。当精神无法直接表达自己时，身体就会替精神去表达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女性，往往是通过严重的躯体症状来表达抗议的，比如进食障碍。吃什么吐什么，是她在被彻底吞噬的关系里唯一能完全控制的事情。厌食症往往是对母亲强行喂养和控制的一种最极端的拒绝，因为人的嘴巴是人的自我的第一道防线，决定吃什么和不吃什么是人类最早确立自我边界的方式。他无法在意识层面拒绝母亲，因为拒绝了会有强烈的内疚感，于是他通过生病的方式，也就是感到生理性的恶心、呕吐，使自己拥有了一个合法的挡箭牌，从而可以对母亲说不。再比如，一些孩子会喜欢长时间地待在卫生间，甚至有了一些身体上的小障碍，比如便秘、腿麻等等。这是因为在家庭内，他缺乏一个独立的私密空间，即使是卧室也不是安全的。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父母的询问和召唤，而只有卫生间是一个可以合法上锁，且父母在短时间内不能闯入的地方。于是，那些微小的身体症状是他们换取精神喘息所支付的成本。在这个几平米的封闭空间里，他拥有了一段不需要回应外界，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还有些女生会出现月经不调、肠胃障碍或者体重暴跌。虽然这往往源于生理性的原因，但在某些控制欲很强、充满情感纠缠的家庭里，这些症状可能承载着额外的心理意义，也就是潜意识的去性化。通过让身体回到未发育的儿童状态，个体潜意识里拒绝成为一个成年的女人。因为成为成年女人太危险了，那意味着要像母亲一样遭遇不幸的婚姻，或者意味着要最终离开母亲。所以，尽管当事人并非主观上故意为之，但他却无意之中维持了这些症状，以牺牲自己的社会功能甚至身体健康的方式来维系这段关系。那聊完了拯救型的女儿，我们来聊聊第二种，也就是看起来叛逆的女儿。和拯救型不同的是，叛逆型的女儿明确意识到了母亲的软弱和父亲的不负责任，他们在心里可能反复地发誓，自己绝不要活成母亲的样子。她认为自己是清醒、独立和现代的，然而她可能又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实现了这种诡异的轮回。比如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位女性有着一个忍辱负重的母亲和不负责任的父亲，父亲欠了很多债务，
但仍然对家庭不管不顾。母亲则一边给父亲还债，一边维持这段破碎的婚姻。这位女性在年轻的时候质问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还不离婚，为什么要留在这种痛苦的婚姻里。后来她结识了一位男性，这位男士学历很高，是某知名企业的高管。虽然不知道这位女性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但可以想象的是，她大概会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成功和优秀的男人，是和自己的那个不靠谱的父亲完全不同的。然而诡异的是，她的丈夫却在遭遇了职场挫折后陷入持久的低落，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都没能真正再回到社会上工作。他一直沉浸在怀才不遇的幻想之中，经常亢奋地向周围人讲自己的那些大道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那种聪明逐渐褪去，露出了人格深处的那个逃避责任、脆弱不堪的巨婴本质。而这位女性是怎么做的呢？她并没有离开这位丈夫，甚至都没有规劝和警示丈夫，而是像自己母亲一样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不仅在经济上支撑丈夫，也在精神上不断供养丈夫的自恋。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怪的轮回。虽然她的丈夫与她的父亲看起来很不同，她的丈夫也还不至于欠很多的债，但婚姻的结构却没有改变，依然是一个过度负责和坚强的女人，在供养一个功能缺失、逃避责任的男人。她最终还是活成了她曾经瞧不起的母亲的样子。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局呢？我们经常能看到，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非常憎恨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家暴，然而他们在进入新的亲密关系或者有了孩子后，并没有真正走出暴力的循环。因为恨并不是真正的分离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纠缠。当然，恨意和愤怒在初期是必要的，它能帮助受害者保持清醒，划清界限，防止被那股引力吸引回去。但恨也只是分离的第一步而已。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对母亲极度的憎恨之中，你的坐标系就依然是建立在母亲身上的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像她。这就像是一个倒影，虽然方向相反，但动作是完全同步的。真正的走出是无关，而不是反着来。这种现象不仅局限在亲子关系，而是体现在很多方面，那就是反抗者或者说受害者身份的固化。当你年复一年地停留在对原生家庭的愤怒时，反抗行为反而和你的自我深度绑定了。你的思维方式、自我概念和情感模式都是建立在加害者和受害者、控制和反抗的战争废墟上。你无比熟悉的是权力的斗争，是强弱的对峙，是识别敌意、防守反击。而真正的平等、温和、互相激励和欣赏的关系，对你来说是陌生的，甚至是让你感到无聊和不安的。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，或者为了战胜那个强大的施虐者，受虐者必须时刻揣摩施虐者的心思。久而久之，施虐者的逻辑、价值观，甚至施虐者看世界的冷酷方式，就被受虐者完美的 internalize。既然你的自我是靠反抗和战斗来维持的，那么如果没有了敌人，自我反而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。于是，当事人会在亲密关系中拿着放大镜去审视伴侣，潜意识里期待甚至诱导对方变成那个加害者或无能者，好让自己再次穿上铠甲，扮演那个最熟悉的反抗者角色。在这个案例中，虽然当事人找到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世俗成就很高的男人，然而在内心深处，他可能敏锐地感知到了在对方光鲜的表象下有一个极度脆弱、恶性自恋，以及遇到困难就想逃跑的人格，而这正是他非常熟悉的。虽然在理智上他想要找个好人，但潜意识里对于什么是爱的定义是在原生家庭里写好的，那就是爱总是与忍耐、牺牲和施虐受虐联系在一起的。如果一个男人本身就是健康的、成熟的、负责任的，那么他就不需要被拯救，也不需要被改造。他的逻辑是，妈妈当年面对那个烂摊子束手无策，如果我能接手一个类似的烂摊子，并且把它变好，那我才是真正的超越了妈妈。在他的童年剧本里，
母亲输给了父亲，没能改变父亲，母亲是失败者。而如果她找到了一个和父亲有相似缺陷的男人，她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赢那场母亲输掉的战争。这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婚姻，更是为了证明爱是可以战胜创伤的，这样才能治愈童年的那种对男人无能为力的挫败感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当事人能够一边批判母亲，一边又做着和母亲相似的事情呢？这不难理解，人类是很擅长双重思维的，他会认为母亲是软弱的、盲目的、可怜和无奈的，而自己则是主动选择这种人生的大女主，是居高临下的包容对方的。他甚至从中感到一种伟大和崇高，虽然在外人看起来差别并不大。当然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创伤。我也绝不是鼓励一种洁癖式的恋爱观，就是说看到对方有创伤就要马上离开对方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情了。而且我们必须承认，在爱情中，创伤在很多时候是迷人的，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。所以被创伤所吸引并不必然是不好的。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在看见对方的真实和阴暗面后，仍然去爱对方，包容和疗愈对方，当然也可以不爱并离开。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真的能看见对方，以及究竟是在疗愈还是在共谋。如果这个妻子的功能是正常的，她应该设立底线，比如要求丈夫去工作，或者即便不工作，但也要承担起自己作为成年人的责任，而不是任由丈夫长年累月的堕落和逃避。然而，她最终选择与丈夫的无能合谋了。她把丈夫的症状当成了需要保护的对象，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这不叫看见创伤，而恰恰是巩固了创伤。她没有做出真正有建设性的行动。很多充满痛苦的婚姻在于，妻子表面上批判巨婴式的男人，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不希望对方真的成长，真的成为一个独立、为自己负责的、能够成功社会化的人。比如一些女性的父亲是一个破坏性的巨婴，他粗暴、冷漠、出轨，充满攻击性。于是他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就找到了一个软弱无能、充满依赖性的人。这样的人虽然软弱，但却可控。然而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巨婴，这种可控的软弱像黑洞一样，长年累月地吸食着他的生命力。结果是他与他的母亲一样，都在这段关系中耗尽了自己，滋养了一个长不大的男人。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，虽然我还有很多想说的，但今天说累了，以后再慢慢聊吧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，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。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、某段话、某个视频、某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你的日记，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，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。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、困惑和情感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对隐私性、安全性、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，也请及时告诉我。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，也请联系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